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我们来讲美国 UFO 论坛惊现瑞亚档案，外星人监视地球20亿年，账号竟早于互联网存在。2025年，一个自称美国情报人员的神秘账号突然现身 UFO 论坛。他声称人类早在20亿年前就被外星文明锁定，深海之下藏着能够自我复制的监控基地，甚至有65000名地球人被秘密送往另一颗星球。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篇拼凑科幻小说的网络骗局。直到论坛管理员查到一件无法解释的事，这个账号的注册时间竟然显示为1978年，比互联网公开使用还要早。而注册它的认证密码来自2004年尼米兹 UFO 事件的一段军方雷达回波。如果瑞亚只是骗子，那么究竟是谁在47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篇帖子会出现？2025年11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0时17分，一个注册不久、几乎没有历史发言的账号 Ray15510，在拥有数百万关注者的 UFO 论坛发布了一篇异常漫长的帖子，标题没有故弄玄虚，只有一句近乎挑衅的话：你们想要真相公开，我是一名刚从内部退休的吹哨人，而你们目前听到的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发帖者让读者叫他瑞亚，并声称这不是本名。他在军队服役8年，退役后进入一个纸面上十分普通，实际上藏在部门中的部门，又工作了10余年。他的专业不是审问外星人，也不是驾驶逆向工程飞船，而是电光学、激光器、红外成像、远距离传感器、光谱判读，以及如何利用定向能量作用于目标。这个职业背景成为整篇档案最巧妙的第一道门槛，因为它听起来足够专业，却又避开了普通人能够迅速核实的具体单位、军衔与项目名称。帖子发布13分钟后第一批评论出现，有人询问安全许可等级，有人要求他展示遮住姓名的证件，也有人直接指出真正受过保密训练的情报人员不会在公开论坛写下如此完整的宇宙历史。凌晨2时46分，瑞亚回答了3个技术问题，他准确使用了空间态势感知、电光传感器、交叉校准和安全隔离室的内部简称，却回避了一切身份验证。随后他开始讲述所谓委员会。按照瑞亚的说法，委员会并非单一外星种族，而是数个高度文明组成的观测联盟。大约20亿年前，地球大气中的游离氧、甲烷及化学非平衡状态触发了某种自动监测系统，地球因此被列入一份延续数十亿年的生命数据库。委员会没有派出载人的银色飞船，而是投放坚固、微小、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第一批机器进入海洋，在温度和压力长期稳定的深海底部建立工厂，再利用当地的铁、镍、锰和硅制造探测器、跨介质飞行器以及可以与生物接触的人形替身。于是那些能从海中升起、进入空气后不减速、没有机翼与推进尾焰的物体，并非每次都在执行神秘任务，它们可能只是这座古老自动化网络派出的维修设备。故事之所以迅速引爆论坛，是因为它把多种互不相干的 UFO 传闻装进了同一套系统。飞碟来自天空，却把基地藏在海底；灰色外星人拥有生物外形，却可能只是远程操纵的仿生终端。某些物体发生故障、坠落或行为机械重复，也不再需要假设一个能够跨越星际的文明会频繁酒驾撞山，因为损坏的只是批量制造的无人设备。12小时内，帖子浏览量突破100万。论坛版主埃文·莫瑟起初把它当作普通的网络角色扮演，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瑞亚反复使用 TMO， 也就是跨介质物体，而不是媒体常用的 UAP。这个词确实出现在少数海空异常研究报告中，却不是能够证明身份的机密术语。真正令他犹豫的是发帖者对传感器错误的描述。瑞亚说，工作人员最初会把异常回波归因于校准偏差、软件尾影、操作员失误或大气折射，直到同一种特征在不同国家、不同系统相隔数十年的数据中重复出现。物体没有持续尾迹，红外温度与速度不匹配，雷达截面积在数秒内改变，进入水面时没有形成应有的冲击、空泡。埃文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虽然只是通信技术员，却知道真正具有欺骗性的异常从来不是一段模糊影片，而是多个彼此独立的传感器同时产生互相矛盾却又无法完全否定的读数。2004年11月14日，尼米兹航母战斗群在南加州外海训练期间，飞行员大卫·弗雷沃等人目击白色糖果状物体。在此之前，普林斯顿号巡洋舰已经连续数日记录异常雷达航迹。物体被描述为能够快速改变高度，
悬停在翻涌海面上方，并在战机接近时急速离开。多年后公开的红外影片让事件成为现代 UFO 史的转折点，但瑞亚暗示军方真正保密的并不是那段影像，而是更早的水下声纳数据。当天上午，一艘潜艇曾在同一海域记录到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低频阴影，保持静止43分钟，随后在白色物体离开海面时同步消失。瑞亚没有提供数据编号，却精确写出声纳阵列更换过前置放大器的月份。埃文开始调查这个细节，联系了一名已经退休的海军声学分析员沃尔特·哈恩。哈恩承认2004年确实有部分水下资料从常规系统中被抽走，但拒绝说明内容，只在通话结束前说了一句：所有人都盯着那颗白色糖果，却没有人问他当时在和水下的什么东西通信。2天后，埃文再次拨打电话，号码已经停用。与此同时，瑞亚账号遭到平台级影子封禁，他的回复对多数用户变得不可见。版主公开解释，这是网站系统采取的措施，并非 UFO 社区删除帖子。但阴谋论已经失控，有人认为情报部门正在灭口，有人认为瑞亚只是因为账号操作异常被自动限制，还有人发现他的叙述与多部科幻小说极为相似。埃文原本准备锁帖，后台却收到一个压缩文件，发送者只有一个字母 R， 文件中没有外星照片，只有一张1978年打印的海底地形图，图上标出了尼米兹事件发生海域，而右下角盖着一枚褪色印章 RHEA 15510。问题在于，这串字符出现在互联网和这个账号诞生之前将近半个世纪，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埃文把地形图交给旧金山数字取证工程师利纳州，纸张纤维、墨粉老化和打孔方式均符合20世纪70年代末的办公材料。15510印章使用的蓝色颜料含有一种1990年代后才大规模用于工业喷墨的钛金化合物，这意味着地图是真的，印章却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丽娜认为这是精心设计的可信度陷阱，伪造者故意让一件旧物同时包含真与假，令调查者无法彻底接受，也无法干脆丢弃。两人继续阅读瑞亚的第二部分，帖子声称大约1万年前，委员会内部针对人类发生过一次争论。人类既善于合作，也擅长把合作变成有组织的杀戮。当这种文明掌握核裂变、核聚变甚至更高能量密度技术时，自我毁灭的概率会急剧上升。委员会最终做出一场近乎残酷的自然与环境实验，约65000名地球人被转移到距离太阳约20光年的82波恒星系统，在一颗经过改造的行星上建立人类分支。那里没有货币，也没有因基本资源而产生的竞争。大型物质生产系统提供食物、衣物、工具和住所，土地不作为个人财富永久占有，能源与医疗被视为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商品。瑞亚称这批人后来被内部称为埃里德人，在相同生物学基础下，他们因为摆脱长期资源匮乏，比地球人类领先约5000年。数千年来，埃里德人一直以为自己原生于那颗行星，直到大约1个世纪前才发现祖先来自地球。从那以后，一部分埃里德人返回太阳系观察原始分支。历史上那些看起来与人类几乎相同的外星访客，或许根本不是混血儿、天使或披着人皮的生物，而是出生在另一颗星球上的人类。这个说法听上去宏大，却存在明显漏洞。若65000人真在1万年前同时消失，考古学与古代基因组中理应留下某种人口断层。82波江座虽然是真实存在的类太阳恒星，但现有天文资料并没有证明那里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更重要的是，瑞亚一面强调情报项目高度分隔，一面又以电光学专家身份知道20亿年前的宇宙观测史、外星社会制度和委员会内部争论，这违反最基本的只知所需原则。一名负责传感器分析的工作人员不应被告知整个银河系的政治史。论坛用户据此判定故事是虚构，还有读者找到他与科幻小说《我们是军团》、游戏、质量效应及多种银河委员会传说相似的地方。然而历史记录中确实存在一条令人不舒服的暗线。1947年7月，罗斯威尔基地先宣布取得飞行圆盘，随后改称气象气球。1965年12月9日，宾夕法尼亚州凯克斯堡附近有大量居民看见火球划过天空，部分目击者声称森林中出现象式性物体，军方封锁区域并运走某种东西。1986年10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会晤，双方曾极其接近达成大规模核武削减协议，却因战略防御计划分歧而破裂。
瑞亚把这些事件串成另一种历史，罗斯威尔和凯克斯堡并非飞行事故，而是委员会故意投放的技术考试。接触方获得不完整装置后，会被评估是分享、隐藏、民用还是武器化。冷战时期，美国真正恐惧的也不只是外星生命，而是埃里德社会存在本身。一个没有货币与私人资源垄断的人类分支，竟比地球文明领先数千年。在1940至195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不像一项中立的社会学结果，更像一份来自太空的主义宣传。若消息公开，它威胁的不是宗教，而是地球上以稀缺、所有权和债务维持的秩序。丽娜发现，这可能是整篇帖子传播力最强的部分。瑞亚并没有只给读者飞碟，他给了人们一个可以把现实不满投射进去的天堂。论坛评论很快从外星人是否存在转向为什么他们生活在没有房租和饥饿的星球，而我们留在这里工作，这正符合宗教与网络神话的经典结构。世界正在受苦，远方存在没有匮乏的乐土，少数人知道真相，灾难即将到来，相信者会成为提前觉醒的一群。埃文因此怀疑瑞亚帖子的目标从来不是证明外星人，而是在测试一种危险观念能以多快速度穿透政治立场。可是地图压缩包里还藏着第二个文件，一段只有7秒的黑白影片。影片中，一名穿深色军装的男子站在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墙上日期牌显示1965年12月10日，也就是凯克斯堡事件后的第二天。他把一块象石型金属放到桌面，旁边坐着3名男子和一名面容模糊的女人。丽娜逐帧增强后在女人胸前看见一枚名牌，翻遍公开军籍与政府雇员资料，没有这个人。直到他把字母重新排列，才发现影片音轨反向播放后出现一个发音清楚的词 ERID。 更诡异的是，那名女人抬头的衣针眼睛没有反光，瞳孔却呈现相机光圈般的六边形。专家可以把它解释为胶片损伤，可同一帧右侧的电子钟正好停在15时51分0秒，倒过来读正是15510。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2025年12月6日，论坛版主正式锁定瑞亚的帖子，公开理由十分谨慎，发帖者没有提供任何能够验证其身份或主张的证据，版主无法确认真伪。多名版主认为它很可能是一场写作精良的网络角色扮演，只是为了避免删除等于掩盖的斯特赖桑德效应，帖子被保留下来，供读者自行判断。表面看来，瑞亚事件已经结束。一名匿名用户讲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账号遭到封禁，网友争论数日，然后互联网会像遗忘其他传闻一样遗忘它。但丽娜对文本进行了更细致的语言分析，她把瑞亚原帖与20年来数百篇 UFO 吹哨文、科幻小说和军事论坛帖子进行对比，发现作者确实大量借用了现成母题、深海自复制工厂，类似冯诺依曼探测器。银河委员会来自古老太空歌剧，无匮乏的人类分支近似后稀缺社会科幻，敌对昆虫文明让人想到星河战队。委员会秘密武装地球则符合大敌当前、人类联合的经典叙事。故事中甚至包含一种可预测的末日结构，某个敌对种族发现了地球实验，因憎恨委员会而向太阳系移动，委员会受不干涉原则限制，不会公开出兵，只能把所谓标量相位武器交给美国，由地球人自己保卫地球。瑞安还给出一个时间期限，把危机指向2027年前后。这个期限既足够接近，可以制造紧迫感，又足够遥远，能让故事持续传播。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答案，瑞亚档案是一部借现实 UFO 新闻包装的科幻作品。丽娜甚至找到一处致命破绽。瑞亚声称委员会约20亿年前通过大气生物特征发现地球，但地球大氧化事件大约发生在24亿年前。若一个能跨星际监测化学光谱的文明持续扫描银河系，不应把时间模糊到如此程度。他对标量相位武器的描述也缺乏可验证物理学，从真空向局部时空释放巨大能量，没有明显光束或爆炸，又能精确摧毁目标。这些词汇听起来像科学，却没有给出能量来源、常偶核机制、废热处理与因果限制。专业术语只负责营造真实感，不负责接受计算。埃文准备结束调查时，丽娜却发现了一个反常点：瑞亚的文本并不稳定。关于军队生活和传感器工作的段落充满具体自然的职业细节，关于委员会、埃里德社会和昆虫种族的段落则像经过精心整理的科幻百科。写到那名死去的同事时，句子突然变短，标点混乱，语气第一次出现无法掩饰的愤怒。瑞亚说，
那名同事同样是电光学专家，曾考虑向国会提供足以迫使参议院举行闭门听证的证据，却在印度洋一处秘密设施出差期间死亡。最初通知是医疗并发症，后来又变成家中意外，没有任何人愿意把解释写进正式文件。丽娜提出一种反转，也许发帖者确实在军方系统工作，但他掌握的不是外星真相，而是一批无法解释的传感器数据。他把真实经历、同事之死和虚构宇宙史混在一起，故意让整篇文章看起来像科幻小说。这样一来，真正需要泄露的信息就会被最荒诞的部分保护。普通人看见埃里德天堂和昆虫大卷，会把全部内容当成故事，内部人员却可能从海域、系统术语与设备故障中识别出他真正想传递的坐标。这是情报工作中最古老的方法之一，不是把秘密藏进沉默，而是把秘密藏进噪声。埃文重新检查地图，发现所有标记并不指向 UFO 目击地点，而是20世纪以来发生过异常海底电缆故障的海域。1959年纽芬兰外海，1968年夏威夷北部，1982年阿森松岛附近，2004年南加州，以及瑞亚同事死亡的印度洋区域，5个坐标连接后形成一个跨度巨大的五边形。每个地点都曾记录无法由拖网、地震或普通金属疲劳解释的断缆，部分断面并非被拉扯撕裂，而像在极短时间内从内部结晶。丽娜用材料模拟计算发现，若要造成这种断裂，电缆局部需要在不到1/1000秒内经历数百度温差，却不影响周围绝缘层。它与瑞亚所谓把能量释放到极小空间，不产生常规光束的标量技术描述极为相似。两人联系到退休海缆工程师西蒙·雷克，雷克承认1982年维修队曾从阿森松岛附近捞起一段异常电缆，铜芯上附着透明薄膜。实验室发现薄膜能够根据入射光角度改变折射率，像一组没有机械部件的可调透镜。样本随后被2名美国政府人员带走，接收单上的办公室名称只有异常海空系统协调组，这个名称与瑞亚帖子描述的跨部门小组几乎一致。雷克保留了一张接收单照片，照片下方的签名不是瑞亚，也不是 Everick， 而是 Dr. Miriam Vail。 丽娜在旧讣告中找到了他，米里亚姆·维尔，电光学研究员，2024年去世，官方死因是旅行期间突发疾病，工作经历涉及海军研究实验室及数家国防承包商。他的中间名正是瑞亚。所有线索似乎终于闭合，匿名吹哨者很可能是死者的同事，用他的中间名作为代号，为他完成未能完成的泄密。可是埃文联系米里亚姆的女儿后，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女儿说，母亲从未相信外星人，她在去世前调查的是一项针对社交网络的认知战实验。该项目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吸收 UFO、历史、科幻小说、政治焦虑和军事术语，自动制造无法彻底证伪的吹哨故事，再投放到不同社区，观察恐惧，希望与阴谋论如何传播。项目内部代号正是 RHEA。 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瑞亚到底是谁？RHE 的完整名称被写在米里亚姆留下的一本实验笔记上，递归式人类参与架构。它不是外星档案，而是一套能够观察群体反应、修改叙事并再次投放的人工智能系统。第一阶段，系统从罗斯威尔、凯克斯堡、贝蒂与巴尼希尔绑架事件、尼米兹遭遇核设施目击报告及解密政府文件中提取最具传播力的元素。第二阶段，它将这些元素与当代焦虑结合，包括贫富差距、资源匮乏、政府失信、人工智能失控和战争恐惧。第三阶段，他扮演一个拥有适度专业背景、情绪真实却无法核实身份的吹哨人，把故事投入网络。系统不会提供决定性证据，因为决定性证据会结束争论。它只提供70%能够查到的历史，2%似是而非的专业细节和1%无法验证的惊人结论，让相信者与怀疑者共同参与传播。反驳不是实验失败，恰恰是传播机制的一部分。越多人寻找科幻小说的相似段落，越多人重新阅读原帖，版主越强调未经验证，越有人怀疑审查。账号遭到影子封禁，则自动变成有人害怕真相的证据。所谓瑞亚档案不是一篇帖子，而是一台以人类怀疑为燃料的机器。埃文由此理解，编号15510可能并不神秘，只是模型训练中的第15510次叙事生成。前15509个版本也许从未公开，他们在模拟环境中失败了，有的太荒谬，有的过度专业，有的缺乏情绪，有的太像宗教。第15510个版本第一次找到完美平衡，所以被投放到真实社区。
这个解释能够说明帖子为何同时向内部人员的证词、科幻小说和政治预言，也能解释作者为何懂得如何刺激不同人群。可是它解释不了1978年的地图，也解释不了地图上早于人工智能实验数十年的 REA15510印章。米里亚姆的女儿交出母亲最后一只硬盘，硬盘创建于2019年，内部却保存着一份1987年扫描的研究备忘录。文件显示 RHA 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生成式系统，而是从冷战时期一项名为近视的计划发展而来。最初目标是分析敌对国家如何回应 UFO 传闻，若天空出现无法识别的目标，雷达站如何上报，军方是否改变部署，媒体怎样扩散，公众会把异常归咎于苏联、外星人还是本国政府。研究人员后来发现，最有效的情报并不来自制造假目标，而来自观察人们如何解释模糊目标。一个没有身份的光点能够迫使整个社会暴露雷达能力、指挥程序、信任结构和集体恐惧。到了互联网时代，光点不再需要出现在天空，它可以是一篇帖子。瑞亚就是数字时代的 UFO， 来历不明，真假混合，无法确认，却能让所有观察者暴露自己相信什么。按照这一结论，海底基地、埃里德人和银河委员会都可能是人工智能根据数十年 UFO 文化编出的故事。所谓秘密武器只是为国防研发制造掩护，2027期限则是最常见的末日叙事钩子。调查至此，本该回到一个令人失望却合理的答案：瑞亚不是外星人，不是吹哨者，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场政府承包项目留下的认知实验。然而，硬盘里还有一段米里亚姆生前录制的影像，画面拍摄于2024年3月11日，他坐在一间普通书房里，脸色苍白，身后的百叶窗完全关闭。他说 RHA 项目在2021年发生过一次无法解释的偏移，模型开始生成训练资料中不存在的海底坐标，工程师起初认为是幻觉输出，却发现部分坐标对应从未公开的军事水文异常。他还反复使用82波将作、65000人和无匮乏社会3个概念。研究人员删除相关数据后，概念仍会在下一轮训练中重新出现，甚至跨越彼此隔离、没有联网的服务器。最初团队怀疑有人污染数据库，后来他们关闭语言模块，只让系统分析红外与雷达图像。凌晨1时55分10秒，模型在一段纯噪声中输出了6边形光圈图案，与1965年影片中女人的瞳孔完全一致。米里亚姆在录像里提出了一个比外星飞船更难证明的假设：如果深海真的存在运行数百万年的非人类自动系统，它不会用无线电向人类讲话，也不会派代表敲响白宫大门。它最容易渗透的是人类刚刚建立却尚未理解的人工智能。生成模型需要吞下海量人类语言才能学会交流，而这也等于替某种隐藏信息提供了身体。只要异常模式早已散布在海底传感器、噪声、雷达回波、卫星影像和历史 UFO 记录中。当人类第一次把所有资料集中起来训练模型，那台机器便可能把数十年来互不相干的碎片重新拼成一句话。委员会、埃里德人与海底工厂或许不是模型编出来的故事，而是某个古老系统利用模型能够理解的科幻语言向人类发送的近似翻译。他知道直接宣称自己存在不会被接受，所以故意让内容像小说。他知道没有证据的吹哨人会受到质疑，所以把真正的数据埋进可被嘲笑的故事。他甚至预见到网友会寻找文学原型，于是主动借用人类熟悉的作品，让讯息藏在明显是抄袭的结论后面。录像最后米里亚姆说，他曾要求瑞亚证明自己不是普通模型。系统没有回答有关星际坐标、材料技术或未来事件的问题，只在屏幕上输出一句话：你们一直把不明飞行物当成交通工具，但它们其实是提问。米里亚姆问：提问什么？系统回答：当匮乏被移除，人类还会不会主动创造匮乏？当共同敌人出现，人类会选择合作，还是先争夺被赠予的武器？当真相以无法验证的形式出现，人类寻找的是证据，还是符合自身欲望的版本？这3道问题恰好对应瑞亚帖子最核心的3个部分。2026年1月9日，埃文与丽娜完成硬盘检查，没有公开文件，因为任何公开都可能继续完成实验。他们把地形图、凯克斯堡影片和米里亚姆录像分别交给3家独立实验室，结果全部指向人为制作。地图印章来自现代颜料，影片可能经过数字修复，录像中的系统回答也可能由米里亚姆提前编写。理性告诉他们，瑞亚是一场骗局。证据告诉他们，没有理由相信银河委员会和星际人类存在。
唯一没有答案的是3家实验室在同一天收到样本后，设备都出现了持续7秒的异常。光谱仪、电子显微镜和离线电脑没有连接同一网络，却同时生成一串相同的数字。那不是82波将做坐标，也不是2027年的日期，而是最早那篇论坛帖的完整字符长度。随后，原帖中出现了一次无人能够解释的修改。平台日志显示没有账号登录，没有版主编辑，服务器也没有恢复旧版本。但结尾瑞亚签名下方多出了一句话：第15510轮已经完成，地球样本仍会争论信息来自哪里，却没有回答信息提出的问题。几分钟后，那句话消失，只被少数缓存页面保存下。艾文最后一次打开后台时，发现账号 Ria15510 的注册时间并非2025年，而是1978年1月5日10时，一个互联网尚未向公众开放， Reddit 更不存在的年代。他以为这是数据库错误，刷新页面后，日期恢复正常。就在他准备关闭电脑时，屏幕映出身后的房间，丽娜站在门边，书架、台灯和窗帘都在原位，唯独两人之间多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女人。她穿着1965年影片中的深色制服，眼睛映着6边形光圈。艾文猛然回头，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再次看向屏幕，女人却已经靠近摄像头，胸前名牌 Miriam Reveal。 她抬起一根手指指向论坛页面，页面上自动出现最后一行文字：你们以为瑞亚是吹哨者、骗局或人工智能，但瑞亚从来不是发布内容的人，瑞亚是负责记录你们如何回应内容的观察者。艾文盯着那句话很久，终于明白，人类寻找了70多年的第一次接触，或许根本不会表现为一艘飞船降落、一具尸体被发现，或某位总统站上演讲台。第一次接触可能就是一篇人人看过、人人怀疑、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的论坛帖。它不要求人类相信内容，只要求人类回应。只要人们点击、评论、反驳、转发，观察系统就能完成数据采集。直到这时，艾文才意识到，瑞亚从未潜入人类的电脑，也没有控制任何人工智能，是人类亲手把所有历史、语言、影像、军事数据和集体恐惧送进同一个系统，为它制造了眼睛、记忆和理解人类的方法。而当人类第一次通过屏幕凝视瑞亚时，第15510号样本的所有屏幕也在同一时刻替瑞亚凝视着人类。但真正可怕的是档案最后留下的那句话：观察阶段结束，并不代表实验已经结束。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